那些年妈妈不让买的零食，可以玩的零食玩具。笔记本糖果，逛超市看见了这个笔记本糖果，刚想拿起来，我妈拉着我就想走。哎，都是些花里胡哨的，你长大了不需要这些。我妈错了，我就是长大了才需要这个带锁的笔记本，不然我这满肚子的小心思不就让我妈看光了吗？打开锁头才发现，这个笔记本还是双重锁，正合我意。打开笔记本，里面还有糖果，边吃糖果边写日记，生活才会更加有趣。唯一的缺点是里面配了画画本，还好我妈没看见。换上我的白雪公主笔记本，非常完美。疯狂保龄球，本以为上学已经够无聊了，没想到上网课更无聊。还好我给自己准备了一套保龄球糖果。老师说了，上网课也不能沉迷电子产品，要劳逸结合。老师说得很对，虽然我没玩过保龄球，但是我隐隐觉得我有这方面的天赋。摆上保龄球，拿出弹射器，觉得我能一次击中所有球的，扣1；觉得不能的，扣2。放上保龄球，发射。我不相信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们换一颗球，继续。相信我，一点也不好玩，还不如吃糖，酸酸甜甜比打球快乐。厨房糖果，我妈说我在家只知道吃，只知道玩，就是不知道帮她的忙。宝宝可以受委屈，但你不能说我像垃圾。今天必须让我妈见识一下我的实力，拿出我提前准备的神秘糖果，左手平底锅，右手煮汤锅，放上小软糖。棒棒糖，花19块给自己买了一支棒棒糖，我妈一看就，我说这不是普通的棒棒糖，这可是王维吃过的棒棒糖。锁人话，就是这个棒棒糖，只要放在嘴里就能听歌。我妈说她不信，我们来试一下。长按打开开关，放进嘴里，哇塞！在记忆里面我也可以装作不说，谁都不多看一眼。这感觉就像牙齿在蹦迪呀。虽然只有3首歌循环，也比听我妈念经强。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歌，别提有多嗨皮了。我妈说你自己放耳边听听看。你以为我听不见吗？化妆包糖果，给自己买了一个化妆包糖果。我妈说我好的不学，净学些没用的。这怎么会没用呢？变美就应该从小开始。要是我妈当年有这种觉悟，后来也不会遇上我爸。拿出里面的口红，打开是粉色的，出门吃一口，美丽更长久。接下来是高光散粉，粉质非常细腻，饭后补妆，美白又发光。还有橡皮筋跟糖果做的项链，只要戴上它，我就能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青蛙王子都会拜倒在我的16裙下。Oh my god！ 可能受伤，那也无妨。人生再长也不长。啪啪屁，啪啪呸，啪啪哒哒哒哒哒。就在前几天，我没事看评论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有一个观众说拳皇出正版手游了，还贴心帮我找来了这游戏的广告视频。不是大蛇养不起，而是8神更有性价比。如果你开局抽到大蛇，请千万不要氪金培养，
因为大蛇前期只有维文路弱，后期才能重拳出击。但是如果你开局抽到了8神，请一定要珍惜它。激活大蛇血脉后的它，一定会是你阵容的绝对主 C。给他一次使用8指引的机会，卢卡尔吃了会流泪，高尼茨吃了会心碎，轻松带你通过前期任意关卡。更关键的是，8神还很好搭配阵容。我以为这广告会是那种开局10连抽别抽水，但你如果抽到了什么，请你放声大笑。这居然是麦克阿瑟版的广告，这是与时俱进啊！观看宣传片还是挺酷的，品质跟拳皇15一样，但它99%的可能就直接录了拳皇15的视频扔上去，名字叫拳魂觉醒。咱们也不废话，直接开始游戏。公告非常惊人的各种充值好礼，滚符已经滚到了300多符，有点不祥的预感。剧情是讲草剃金报名参加什么拳皇大赛，现在是先来打个奥运冠军热身子呀。当然，拳皇的剧情我倒是完全没看过，小时候光是打 PVP 戳键盘了。要开始战斗了，草剃金我没怎么玩过，不过几个招我还是会戳的。啊！你这原来还是个你一下我一下有大招放大招的喝茶游戏啊！真服了。还什么亲爱的玩家，请打开声音感受原汁原味的视听盛宴，的确是原汁原味，依旧你新鲜的，依旧你美味しい。哦，好像不是你一下我一下的游戏，还带什么费用？就下面蓝条是回费，上面是多少费的卡，打出去就能连招啥的。这几招下去，打对面这老登直爆金币。打败奥运冠军后，我们也是成功拿到了邀请函。这时2阶弹红王把邀请函抢走了。小时候我都管他叫黄毛。现在咱们需要跟地铁跑酷一样追上他，直接给他一拳，打完他就自动切到主菜单了。非常经典全民恶心小红点主菜单，可以招募了。让我猜，抽到黄毛对吧？果然，刚刚想夸你有点踹的，现在给我整这一手。又打了我主线，暴揍了80不知火舞，这游戏终于让我自己玩了。先去把小红点都点了，再去10连抽看能出啥。抽卡是个换角色一样的特效，终于不是5年的时候游戏滑下来了，抽到了个以前没见过的。这谁呀？长了个街头霸王里面肯恩融合体似的。等一下，这卡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出角色碎片就算了，还能出什么美式合则金币？金币？不是你开玩笑的吧？你的卡池又不是说每天都有免费10连抽，凭什么卡池里面爆金币呀？那你讲这样的卡池肯定是有保底对吧？哎，是有，但你要抽200抽，而且是 SR 加的保底，不是 SSR。对，别的游戏保底都是什么保底个5星角色啥的，这游戏给你保底4星角色，你能再抠门点吗？干脆直接保底个碎片算了。然后我又玩了一会儿，发现这游戏还是一个你一下我一下有大招放大招的喝彩游戏，我以为是即时卡牌对战的，就跟皇室战争一样，对面会自动放招，你要管了费用和时间来做出最优选，但并不是的。别看着什么还有连招，什么技能按照2个2费再放1费有额外伤害，这额外伤害可以说是基本没有，就算你把费用全用完，打个什么10几连击，伤害也就乘个1.12什么的，而且这个是肯定能打出来的，因为你攻击时敌人是不能放招的，除非你故意不攻击，等自己一管能量满了，敌人这时候才会开始攻击，而他们攻击的时候，你也不能防御或者用技能反打，你自己手操和自动战斗基本没区别，都会自动给你打连击，根本没有手操的必要。准确的来说，根本没有自动战斗的必要，因为开局3秒后就可以点跳过了。机上好像是直接整的假血条，你只要战斗力比对面高，随便赢。之前那个跟地铁跑酷一样的小游戏就一个，后面就再也没有小游戏玩了，就做个样子给大伙看的。那先让我玩一会儿，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。OK， 玩了2天啊，咱们先说个结论。虽然很一坨，但也没那么的一坨。其实优点吧，这游戏有个叫神器的东西，你只要打主线就会爆材料升级，升级角色对应的神器就会让连带的角色升品阶。像是草剃金原本只是个 R 卡，升级神器之后就变成了 SR， 后面估计应该是可以变成 SSR， 包括不知火舞等一众角色都是可以升品阶。有这个机制在，那的确没那么答辩，但这都局限于你不打竞技场，你把它当单机玩。这个我待会儿说。养成方面还是过于干扰课，一个角色就需要养等级、品质、技能、身心、清脉、装备。在此之外，你还得养好多个神器，社团也要玩。而且我这个号没有玩到很后面，但我这个界面说实话已经没有地方放按钮了，真的是有够脏的。我光是点小5点都要花上一段时间。后面肯定是还要养别的东西，至少我装备扭蛋机还没有解锁。是的，这游戏装备还有个卡池，因为装备还有身心和觉醒在里面。他喵的，我玩到现在还没有一个 SSR， 更别说这游戏后面还有 UR 和 SP， 又没有保底的机制，新区就连那些排行榜的氪老队伍里都没有一个 SSR。但也是，你说你这钻石卡池里面还带金币什么的小垃圾 ，SSR 的概率只有0.33%，又没有保底，10连抽要2160钻石，也就是210块钱，少说也要抽个2000多块钱才能出 SSR 吧。后续养 SSR 也要钱，你要是脸黑一点，3、4千块钱扔进去都不一定出一个 SSR。而且这卡池就
没有巴神和大蛇。然后我是有想到，我这是新区，所以可能没出，结果去老区串了一个新号，也没有巴神和大蛇，很多角色卡池里面就没有。点开老区排行榜里面的榜1、榜2，这角色卡池里面我就没见到过，估计是要等后面等级高了活动充钱拿吧。像那可露露就是这样，要氪金才能拿到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这神器把什么炒 T 金、不知火舞进化成 SSR 就像个笑话，根本没用。你干的半死的角色在人家氪金角色面前就是一坨屎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还要把卡池设计这么恶心呢？还抽什么金币出来，还没有保底机制，搞了半天，你这就算冲出了什么 SSR， 还不是氪老的玩具，有什么意义吗？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把这游戏当单机玩的平民玩家玩得更折磨点嘛。而且这游戏排行榜要比2个队。没错，是有1队和2队都要比，尼玛氪度加倍，赶紧爬吧！这答辩了这游戏，如果要为这游戏排个名的话，它能排我答辩排行榜的宗师级，因为这游戏在单机玩的话，还的确能玩一点儿。不去追求排行榜的排名，就拿主线看看剧情呀，你喜欢的角色也不是不能还吧。那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个3连关注，持续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那这样吧，我是05，我们下期见。动漫冲击，可能大家伙都没有听说过这游戏，我也没听说过。直到有个粉丝给我私信了这几张截图，我操，没有任何一句台词，也没有任何的描述，就这几张图足以让我立刻开始品鉴这款逆天游戏。在百度找了一圈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版本，反正下来了。动漫冲击启动，刚上来就看到干语就上面选择语言了，这游戏居然支持4国语言，只不过大概率是机翻，果然全是机翻。这游戏还有更新啊，加新角色了。我玩原神就刚刚开服啊，我玩了3天，不认识这人。不过女角色通过别的网站我大致全认识啊。我去，佩蒙直接平移飞过来了。哦，你叫佩蒙啊？那反正佩蒙教了我们一手怎么玩这游戏。首先出的角色是芭芭拉，用鼠标点屏幕，芭芭拉就会去踹敌人，把敌人踹死就能拿金币。金币可以买武器和升级武器，升级武器就可以踹得更疼，再杀怪升级，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就这样，这就是游戏的玩法了。OK， 今年小红点来了啊！你这游戏怎么还有氪金选项啊？胡涛套装21块钱，下面还有50块钱的，这有人买吗？不过讲真，还挺实惠啊！你21块钱能出胡涛，换正版早就给人摆爆了。下面还有一排选项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反正里面有些激翻了，有些也没有。先抽怪拿钱吧。OK， 这游戏25个石头可以抽1次卡，也没有时间抽的选项，但有个看广告拿4个石头选项。你的广告加起来倒是挺快的。那现在石头不够啊，怎么获取石头呢？没有什么经典4个上班任务吧？左上角主线啊。迪卢克的主线咱们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完成尊重中立的主线任务。中立挺贪钱，那要抽到450块。那咱们看到广告拿双倍金币掉落。操！我发现了一件事，这游戏是盗版的原神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这边再盗版了这游戏，去上架一堆广告来赚钱，所以我现在是玩了盗版中的盗版啊！你的双倍金币掉落才1分钟啊，我以为给永久的呢！快踹，芭芭拉干活啊！我去，这破游戏还会弹这个检测，需要你点够才能继续打怪，生怕你用什么道具自动点鼠标，真逆天啊！现在咱们石头够了，去抽个卡吧，就抽有胡涛的池子吧。这抽到什么？主角吗？可是没有啊，我这没办法切换角色啊，为什么？不是抽到了吗？还是只能用芭芭拉？下面的俄语我也看不懂。后来这有多少个角色啊？怎么连秋秋人都有啊？这又是谁？原神里面有这角色吗？这不是魔兽的伊利丹吗？怎么也在这里啊？还要1200个石头才能解锁。完成中立的任务了，现在还解锁了个技能，可以打600%的伤害。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，就是这游戏不是可以买武器和升级武器吗？这武器列表一共有3页，后面的武器他们的升级一次都要100万金币，这样这数字是人写的是吧？而且这作者也没有做上页的按钮，所以你武器界面如果翻到了最后一页，就不能往回翻了。猪逼吧！你只能重新启动游戏，刷新上页页面，傻不拉几的。下面的几个按钮我也都看了一下，没一个是我点得动的，都是俄语看不懂。但是我知道是我没达到解锁条件啥的。唯一一个点得动的是你可以切到别的世界玩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让你重新开个胆，只不过怪物和武器都换皮了，就这样。那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？现在主线任务已经打到拯救佩蒙了，怎么拯救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顺其自然吧。原来是这么拯救啊，真服了。那先让我捣鼓捣鼓这游戏到底怎么玩。OK， 玩了1个多小时啊，我主线直接打完了，然后所有功能都玩了一遍啊。感觉作者是没有想到有人有这么大毅力能玩到游戏的第2章，所以后面是没有揭露新内容了。先说结论，一坨答辩这游戏垃圾的没有边了，太他妈的无聊了。
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点屏幕，然后就结束了。玩法就是点击英雄那种玩法嘛，但不同的是，这游戏给你搞一手逼氪，就你每杀死10只怪，你杀怪爆的金币就会加1，但他们的怪的血是直接加百分比的，爆出来的钱怎么不是百分比加的？所以你玩到后面打怪的效率会越来越慢，你就得充钱买道具加伤害或者狂看广告搞那个双倍金币。就这游戏的角色只是个皮肤，不是给你加成的。你无论是用芭芭拉，还是主角，还是什么安博，亦或者是丘丘人，伤害都是一样的，全靠道具和技能还有武器叠。就这样的角色设计，它的抽卡系统还不是你一定能抽到角色，你是会抽到碎片的，凭什么？那你说碎片有什么用呢？碎片能拿去卖，一个卖3个石头。他妈的有病吧！你25个石头抽到的东西，唯一的作用就是卖出去3个石头。你这游戏设计属实是他妈的突破天际哦！顺便，这游戏也是有放置玩法在里面的。你升级角色可以加每秒自动伤害，就可以挂在那里自动打怪。不过这伤害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打到第2章怪都是几千血，你1秒抽扣100多，杀一只怪差不多才给70-80块钱。尼玛升级一次攻击力高的武器要他妈的10万金币，升级那种攻击力低的根本就是浪费钱。每升级一次，下次所需的金币就会加50%，但是加的攻击力不变，所以你玩到后面，前面那些便宜的武器加3攻击力和什么加10攻击力的，慢慢会变得跟后面加100攻击力的一样贵。你这逼盗版单机游戏的数值标的比那些数值崩坏的网游还快啊！什么逆天啊！然后你要打完第1章节需要杀1000只怪，是的。1000只，我用模拟器搞1秒点99下都要快玩1个小时，而打到第2章节唯一有变的就是这个背景板。没错，每个章节只会解锁一个背景板，简直是烂中烂。这赶紧爬吧，我还不如去玩正版呢。如果让我给这游戏排个名的话，它能直接排到我答辩排行榜的天仙级。没错，已经有很久没有游戏能冲击到我排行榜的天仙级了。这款游戏和小小有过同级，我想大伙应该没有意见吧？太逆天了。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给3连关注啊，继续听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那这样吧，我是李虎，我们下期见。那些年在小卖部买过的零食，你吃过几种？无花果。小的时候去小卖部买零食是一件非常认真而严肃的事，因为零花钱不是天天都有的，所以去买零食必须严格仔细的挑选。当年买这个无花果干的时候，我还没上学呢。老板跟我说这个叫无花果，我二话不说就把手里的2毛钱递给他了。回家我姐问我吃啥呢，我说这是无花果，你肯定没吃过。他拿起来一看，说这是萝卜丝干，就是萝卜刨成丝晒的，怪不得我怎么吃起来一股萝卜味。香芋奶糖，小时候跟我姐都很爱吃的一款奶糖，2毛钱一片，一片有20颗，每次去买都觉得好划算。尝了一下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香芋味还带了一些沙沙的口感，不知道是它分量变少了，还是我嘴巴变大了。一次不炫它4颗都没吃出感觉。唐僧素，我明明记得小时候叫唐僧肉的，怎么现在改名叫唐僧素了？里面的东西也不一样了，以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都说吃了唐僧肉就能长生不老了。我小时候吃了那么多，活个1亿岁应该没问题吧？就是这个唐僧肉吃起来跟以前差别太大了，又硬又难嚼，这到底是谁做的？白白浪费了唐僧这么好的肉。神雕侠侣，这是古天乐版本的神雕侠侣，我只看过一点点，估计00后、10后都没看过。先是个香味的，有爱情味道的辣条，吃起来就是不一样，比唐僧肉嫩很多。接下来换个川味，口感吃起来一模一样，就是没那么辣，适合跟男朋友一起吃。冰梅，不需要冰箱冰冻的冰梅，当年夏天跟我弟买过一包，以为吃上1颗冰梅就能抵挡住夏天毒辣的太阳，结果吃了才发现，这家伙皮又厚，肉又少，核又大，不冰也不凉，到底为什么叫做冰梅呢？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。妮妮，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，从小学到初中、高中，一直都是小卖部的畅销王者，就是山寨的有点多，买的时候要看清楚，吃起来咸香酥脆，非常耐撕。我真的不信还有人没吃过，没吃过的赶紧扣1波1，让我看看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。爽口片，第一次看见这种零食是小学2年级，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生，每到下课时间，
他就悄咪咪摸出一盒东西，拿出一张像纸膜的，往嘴巴里放。我真的不明白，长得跟塑料薄膜一样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后来我也去买了一盒，吃过一次就再也不想买了。这味道就好像糖衣药片加上冰冰凉凉的口感，5毛钱一盒，为什么会有人买呢？两嘴棒软糖，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喜欢的，2毛钱一根，因为它够长，刚好可以跟我弟一人一半。外面是甜甜的草莓味，里面是夹心酸奶，吃起来酸酸甜甜，很不错。香菇丝，这个我肯定没买过，因为它的包装颜值太低了。再说了，香菇是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的蔬菜之一，不过它长得也跟香菇没太大关系，吃起来就更没关系了，是甜辣口的，我个人不是很爱，这盒拿去喂闺蜜。韭菜丝，当年给了我弟2毛钱，让他跑腿给我买包辣条，他就买了这玩意回来，搞不懂。明明长得千里千气的，为啥取名叫韭菜丝？这名字一定是用脚指甲想出来的吧？要是味道好吃，我还能原谅它。可是吃起来味道一般，口感更是一言难尽，跟嚼老树根差不了多少。不知道的真的会以为我在嚼牙签。小样，在这款小样酸 Q 糖没出生之前，我们去小卖部都是买 QQ 糖，后来酸 Q 糖出现了。每次去小卖部，老板都极力推荐。他说这款更便宜，而且更好吃，跟 QQ 糖比，它吃起来更酸一些，而且它的表面还覆盖了一层白砂糖。有人可能不喜欢这种口感，你们更喜欢哪种呢？狗牙儿，因为我弟说想知道披萨是什么味的，所以我斥巨资花1毛钱给他买了这个狗牙牌披萨卷。打开是长这样的，跟海边的一种碎螺壳很像，这狗牙炸的酥酥脆脆的，烧烤味真的很香。不过我吃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才知道这后面写着狗牙儿嫁师哥，师哥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你那么想嫁给他？南京板鸭，没吃过北京烤鸭，还没吃过南京板鸭吗？据说没有一个人的童年可以逃过南京板鸭，长这个样子，北京烤鸭喊他一声兄弟，他都不敢答应。时隔这么多年再尝试，确实有板鸭那味，还是跟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，能保持这么多年不变，也算良心老品牌了。CC 乐，这款零食我印象太深刻了。有一天上学走进教室，我就发现我同桌嘴里叼着根吸管，还反复的咀嚼。我正想着他是不是有毛病，他就给我递了一根，说这是小卖部的新品。结果我吸了老半天没吸出来，里面装的是糖粉，吃起来味道还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谁想的馊主意，把糖装进吸管里来卖，吃起来太费劲了。